在刚刚落幕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次以91枚奖牌，其中金牌40枚的傲人成绩震惊世界。而在这场金牌盛宴中，中国跳水队的表现尤为耀眼，他们包揽了跳水项目的全部8枚金牌，再次确立了在这一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在这片璀璨的金光背后，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悄然浮现：为什么跳水几乎全世界都无法超越中国？这个问题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有人赞叹中国跳水的辉煌成就，有人质疑这种统治地位的背后，更有人深度探讨这项运动的本质。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揭开中国跳水王国的神秘面纱。跳水比赛的评分系统一直备受争议，最令人不安的是，这项运动的巅峰期往往在运动员发育之前。与大多数体育项目不同，跳水运动员，尤其是女子跳台项目的选手，其黄金年龄并非体能巅峰的18至25岁，而是惊人的12岁左右。这意味着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姑娘，可能就已经站在了世界跳水的巅峰。这种现象不仅不符合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引发了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深切担忧。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任健在16岁时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但到了18岁，在2018年就只能获得亚军。23岁时已经无缘奥运赛场。张家齐14岁时就全面压制了18岁的任健，但他在东京奥运会后也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更令人震惊的是，卢维在仅仅11岁半的时候就获得了全运会季军。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这项运动本质的质疑。这项运动早已超越了青春的范畴，如今它更像是一场充满童趣的快乐游戏。中国跳水队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源自精心设计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可以概括为5个字：小、巧、男、女、少。这种策略确保了跳水项目的优势，使得中国跳水队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小指小众项目，巧代表技巧性项目，难意味着高难度，女偏重女子项目，少则是参赛人数少的项目。跳水恰好符合这5个标准中的大部分，这使得它成为中国体育战略中的重点项目。虽然中国在跳水项目上独领风骚，但这项运动在国内的普及程度却出人意料的低。国内的游泳池大多禁止跳水，配备跳板的场所寥寥无几，而拥有5米甚至10米跳台的地方更是稀少。这种现象显示出，尽管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跳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却并不常见。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国际赛场上，中国跳水选手频频摘金，而在国内，普通人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合法跳水的地方。这种反差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跳水强大背后原因的思考。中国跳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独特的训练体系。前中国跳水冠军，后来成为美国跳水教练的李洪平的话，生动地描述了中美两国在训练模式上的巨大差异。中国选手平均每天训练8小时，美国大学则规定运动员每周训练不能超过20小时。夸张点说，中国队员练1年，等于在美国练10年。这种高强度、全身心投入的训练模式，使得中国选手在技术水平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选手。然而，这种模式也引发了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担忧。高强度训练对年轻运动员的身体发育造成了显著影响。全红婵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报道，17岁的全红婵身高仅有1.50米，远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更令人震惊的是陈若琳的经历。她在15岁时，为了将体重控制在30公斤，1年内不吃晚饭。要知道
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显示，15岁女生的平均体重为 51.6 公斤，陈若琳的体重仅为同龄人平均水平的 58% 左右。这种极端的体重控制不仅可能影响运动员的身体发育，还可能对其长期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这不禁让人思考，一枚奥运金牌值得以牺牲正常发育为代价吗？中国跳水的成功背后是一套严苛而系统的人才选拔机制。从贫困地区选拔初年仅几岁的小女孩，第一节课就被要求从高台跳下，以此来克服对水的恐惧。这种近乎残酷的选拔方式，确保了只有最坚韧、最有潜力的孩子能够进入专业训练体系。这种选拔方式在国外可能会被视为虐待儿童。想象一下，一群年仅4、5岁的小女孩被迫从高台跳入水中，现场哭声一片。那些不听话或反抗的孩子，往往在第一节课就被淘汰出局。这种近乎残酷的选拔过程，确保了只有最坚韧、最有潜力的孩子能够进入专业训练体系。然而，它也引发了对运动员心理健康和儿童权益的担忧。跳水作为一项小众运动，其商业价值远不如足球、篮球等热门项目，这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对待这项运动上的巨大差异。国外的体育项目通常遵循市场规律运作，像跳水这样的冷门项目，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支持，许多运动员往往需要自费训练。例如，2016年英国跳水冠军拉夫尔为了筹集训练和参赛费用，不得不在网上售卖自己的肌肉照片。更极端的情况出现在疫情期间，俄罗斯跳水运动员西利琴科不得不在工地上搬砖兼职。相比之下，中国的举国体制为运动员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在这种体制下，一旦发现某个孩子具有特定运动项目的天赋，国家就会全面支持其发展。这包括提供训练场地、专业教练、医疗保障等，使运动员能够专注于训练，无需为生计或其他方面分心。例如，一个有跳水天赋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被纳入国家培养体系，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学生那样正常上学或考虑未来的工作问题，而是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跳水训练中，从早到晚都在专业环境中练习。这种体制差异导致中国运动员能够全身心投入训练，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却常常需要为生计发愁。以羽毛球为例，中国的顶级选手可以专注于训练和比赛，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需要自己负担场地租金、教练费用、装备开支，甚至还要寻找赞助或其他收入来源。尽管中国跳水队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但这种成功模式也引发了对人性和运动本质的思考。在美国的网友疑似亲身经历到除了中西方对待跳水这项运动的态度差异。去年我去了一个南加州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一道徒步的尽头是一个瀑布和一片湖泊，瀑布大概5米高左右，可以从后面绕上去。很多人排队从瀑布上一跃而下。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排队的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印度人，但是在旁边观看不参与的大部分是华人。这个观察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在西方，跳水更多是一种娱乐和挑战自我的方式，而在中国，它已经演变成一项严肃的以金牌为唯一目标的竞技运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人权意识的觉醒，中国的跳水模式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讲客气点叫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客气点叫举国资源被少数人用于造神，讲直接点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种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当前体育体制的不满。他们认为过分追求金牌数量，忽视了运动的本质和运动员的权益。
有网友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质疑，全红婵采访的时候说，和上一个奥运相比，自己长大了也长高了，还好没有发育变胖。我听着就觉得好诧异，青春少女怎么会不渴望发育成美少女呢？这种对正常生理发育的压制，是否值得为了一枚金牌付出如此代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中国跳水的成功，无疑是举国体制和运动员个人努力的结晶。然而，这种成功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道德困境。当我们为金牌数量欢呼雀跃时，是否也应该停下来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体育精神？运动员的权益和健康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如何在追求卓越成绩和保护运动员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真正的体育精神不应该仅仅体现在金牌的数量上，更应该体现在对运动员全面发展的关怀，以及对运动本质的尊重上。